阿三悟终于来到马德里，如愿地踏上了西班牙的国土。申请学校的过程要感谢毕业学长，也是水墨画家的顾炳新大力协助，帮助阿三悟申请到奖学金，也顺利取得皇家圣费尔南多美术学院的入学许可。阿三悟在皇家美术学院就学时的课程有人物、风景、动物速写、结构学、美术史等。因为之前在台湾已经有开画展的经验，首日上课，阿三悟从容地画了几张画。教授看了说：“你已经画得很好，不用再来学。不过，若你要当艺术家的话，这些画是最坏的。”仔细回想教授说的话，阿三悟惊觉到自己的观察不够彻底，作品的呈现缺乏深度和质感，只见其形而不见其神。教授所提示的画要画出看不到的东西，也就是如同要去感受泥土里的水分、泥土与水的关系、树与泥土的关系。这一番上课的教训，让阿三悟以后在创作领域上受用无穷。我想对启明就是说，以前我画的画比较浮面的，他说泥巴这个草坪底下有那个根底下有土底下又有什么，所以要画进去，不要只是画表皮这样。所以这对我来说就是印象很深。另外就是说，我在那边是学古典派的，所以画这个人物古典派，我是花了很多时间的。在西班牙的2年，阿三悟买了一部3手老车，常利用放年假时带着同学们跑遍邻近大小城镇，大家一起分担油钱。除了写生之外，也会四处参观博物馆、美术馆和画家的故居画室。在西班牙各处游历，经过偏僻地区的小路和小村庄时，时常会出现藏有艺术瑰宝的古老教堂，也会发现很多马路都是以艺术家的名字命名。在马德里，可以在普拉多美术馆参观心仪已久的维拉兹奎兹、戈雅等巨匠名作。到了托雷多，因为它规模小、历史悠久，到处都是形形色色的艺术遗迹，而它与 El Greco 几乎密不可分。进入 Greco 宛如独立小城堡的画室，阿三悟更是赞叹不已，才知道何谓伟大的画家。作为一个天主教国家的西班牙，在历经8个世纪对抗摩尔人的再征服运动之后，就在1942年1月，十字架被树立在阿尔汉布拉山上，天主教双军进驻摩尔国王精美的红色宫殿，以此为居所。同年，西班牙王室赞助的哥伦布航行来到美洲大陆。随着国力能量的累积，到了哈布斯堡王朝时，西班牙的艺术也步入真正的黄金时代。El Greco 的本名是多米尼克·提多克·波洛斯。El Greco 西班牙文译为希腊人，是依他的希腊血统而取的别名。1577年，他来到西班牙的托雷多发展，直到逝世。Greco 的画作除了反差强烈的明暗度与醒目的色彩之外，人物因形体拉长不按比例而受注意。在过了近3个世纪之后，由西班牙评论家在20世纪初发表一系列的5篇研究，才让欧洲重新发现它的价值，也让美国人开始极力推崇，公认他是表现主义及立体主义的先驱。维拉兹奎兹主职为宫廷画家，期间奉命去意大利为国王收购艺术品。这些艺术品和他的大部分作品后来都贡献给普拉多美术馆。回到马德里后，他所画的肖像画中弥漫着一种轻微的嘲讽，也让18世纪的戈雅所遵循。随着他逐渐成熟的绘画技巧，色彩中出现的斑点、小条、团块和波动，这对于后来法国印象派画家产生巨大的影响。法兰西斯科·戈雅的绘画风格多变，对后世的现实主义画派、浪漫主义画派和印象派都有很大的影响，是一位承先启后的人物。他的才华主要是在比较严肃的主题，而其中大部分的艺术作品表达人性中的残酷、象征性的堕落和西班牙人民的勇气。戈雅在1792年生重病，2年后疾病痊愈，但他却失去听觉，这对他的性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这时候的绘画题材讽刺教会的堕落和国家的无能。之后他还创作了版画组画，用各种稀奇古怪的人物代表来进行讽刺。1808年发生了拿破仑入侵西班牙的半岛战争，戈雅当时仍留在西班牙，而这场战争对他的影响很大。后来画了许多关于战争、死亡、疾病的主题，
称为黑色绘画。